下国罪臣叩见上国天子。朕读春秋，未尝闻有上下之国也。罪臣万死。罪臣待我主启陛下，息雷霆之怒，休割止战，以全民生。我主愿以江南之玉帛，奉圣朝之望朔，岁修共事，以恕罪愆。怕不是有些晚了。臣闻唐尧有德，其人如天，痛百姓之离罪，有众生之不遂；虞舜有义，其术如泽，奉古木之父叟，养警觉之帝相。陛下圣德巍巍，宽怀荡荡，以仁义治天下，何在乎早晚？你是李从家？正是下臣。你的书读偏了，这不是私仇，这是公罪。朝廷并无穷仇问谏之心，而李家却有裂土分国之罪。这不是你几句不由衷的好话便能糊弄过去的。不要说朕不是3代圣君，即便今日是尧舜亲临，尔家也难免4兄之放。监王，你以为呢？去尊号，通商路，修共事。江南之地，陛下或可许他家1、2世恩荣。听明白了吗？罪臣听明白了。罪臣这便带着陛下诏谕回转江宁。我主聪睿，必不失陛下所望。元朗兄，夜色不早了，大王早些歇息吧。元朗兄，有话但说无妨，小弟在此洗耳恭听。下官位卑言轻，不敢以下犯上。元朗兄是在怪我白日间没有劝谏陛下平灭南唐，以全金瓯？大王可知，朝廷为了这一战，准备了多少年？大王可知这一仗死了多少人吗？大王乃是东南之主，天下兵马都元帅，国之重臣，一言可兴邦，一言可灭国。大王想留着南唐给吴越做屏障，由不得陛下不从。只是可惜了，萧逸哥这些年来栉风沐雨，励精图治，夙夜忧心。他把心血熬干了，才换来了今日这场轩赫大胜。没想到，大王今天几句话，便给南唐留下了33个州郡，10余万的兵马，给他们留下了裂土分国、割据一方的本钱。这些事，陛下不懂吗？这场仗打了1年多了吧？大军的粮草还有多少？各营将士，战没者几何？伤病者几何？离家一载，顾念妻儿者又有几何？元朗兄是做将军的，这些事儿，难道不知吗？朝廷大军乏粮，可吴越有粮；朝廷大军久战疲惫，可吴越有兵。南唐能不能灭？李家能不能降？
得看吴越这位国主，心里装的到底是天下苍生，还是东南小朝廷的一己之私？不干九郎的事。朕要减免河南各州县3年的钱粮，淮南新定也要减免3年的钱粮。也就是说，这3年之内，朝廷只能靠着贡书、商事以及关中、河北两地的税赋过日子。不是不想再打，实在是打不动了。仗要是再打上1年，灭国破都或许不难。可是中原复兴之地，又要生出几十万的流民来，总要给老百姓留条活路啊。人活着，才能够继续耕田屯垦；人活着，才能继续缴纳税赋；人活着，才能够生儿育女，滋养人丁。朕为天子，既求山河之一统，也要顾及百姓之民生。这样的朝廷，才称得上是正数。吴越国中近些年行包税之制，记下些钱粮银券，金穗贡书，可以翻倍。朕收了。其实百姓或许艰难，豪门大族却是饿不死的。朕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包税之制在东南尚可，可是在中原，却是行不通的。中原州郡打了几十年，主权重理天下，五朝轮替，你也来，他也来，其他人也来。任你是怎样的豪族世家，这些年过去，家底子也都掏空了，能留存血脉，已经是老天爷开眼了。快100年了，中原没有世家了。完事之后，朕要丈量全国田土，要接着削藩，接着裁兵，要将3成的军屯田土发作袋子，授予百姓，让他们有余力去垦荒，去伺候土地，去蓄养牲畜，去种桑树，去种果树，去种菜蔬。3年之内，得让老百姓得一个看得见、摸得着的、实实在在的太平年景。指这太平年景4字，兄长便实实在在的是这天下之主。我知九郎说的是真心话，只是如此，朕还当不得。朕闻吴越国先武肃曾给皇妃寄书，陌上花开，缓缓归矣。确有此事。国中夫子们都说，家翁虽读书少，可这句话着实说得雅致，不似我这鱼肠子般粗鄙市侩。望天下烽火平息，望世人安居乐业。陌上花开，缓缓归矣。九郎，要做的事太多了，要安梨树，要养生息，要治太平。九郎珍重，在陌上花开之时，我与元朗在汴梁城外等你。臣
钱弘处奉诏。公元958年即后周显德5年，吴越国主钱弘处下诏开港兴市，大兴海洋贸易，以本土所产粮米、绢皮等物办海交易。一时间船舶如织，商贾云集，沿海之民皆受其利，国用因而大增，府库充盈。去岁南北海役，粮券货值已超黄龙社平安京、高丽、暹罗3条航线海役总值2倍有余。中原如何？去岁株洲大熟，莱州榷场海役货值中，南粮北输总额短了近50%。大王，胡令公病重，怕是……福建，大王来使急来了。灵公，大王，臣吃不了肉了。那个时候，大唐还在，皇朝还未曾起兵，臣于今时不定，垂头丧气回到家中，禀告父亲，儿子文能没能取回功名来。那一日，父亲狠下了心，宰了一口小羊，烹好了，臣便一口一口吃下肚去。大王，臣也读过书的，诗书礼乐，春秋一传，臣年少的时候都读过。那时候老王还在，曾打趣臣，读了这些个文章，却要在修罗场获取功名，岂不可惜？臣对老王说：“能活着，能吃肉，有甚可惜？”臣现在吃不得肉了，要去见老王了。令公好生养养身子，国家与国都还离不得令公。臣就要死了，大王只有这些屁话与臣说吗？看起来，大王与臣没什么说的。
可是臣有几句话，非以大王说不可。如今国家成平，政事上有袁德昭，臣不担心。大王又是英主，几代先王留下的基业，有大王承继，那便是吴越的福啊！灵公啊，臣还没说完，臣下边要说的话才是顶顶要紧，大王定要记在心中。如今中原天子是个有锐气的，南唐西蜀这几年吃了不少他的苦头，你和他有救，这是好事。可私情毕竟是私情，国事毕竟是国事。中原已有江山一统之气象，总有一天，他的眼睛会看过来，会看到大王，会看到吴越。大王要尽心去查，江山社稷面前，兄弟之情敌不得失。几代先王立下的基业，那是百般困难，才有了如今吴越之强盛基业。大王万万不可轻弃。臣知道，大王顾念着的不光是吴越，也不只是东南。可这100年来，天下人都是自家顾自家的事情，自家的生死基业都顾不过来，还慌成什么其他？吴越一片太平盛世，大王万万不可拱手让人呐！灵公安心，狗都知道了。老臣万死，请大王在老臣面前与历代先王起个誓吧。灵公说他要睡一会儿，不要再叫他了。父亲。一代权臣胡进思年97而卒，少时弃文从武，
左钱刘创业，共奠吴越基业。其后，平徐皖之乱，护乾元观归航，亦劝莱州归后唐，势压江左，堪称吴越首功之臣。历仕3代武王，辅政太平而居朝端重。然亦专权跋扈，废立君王皆出其手，终以忠臣乱臣难评说，垂诸吴越史册。